这是一个维修单，这个晾衣架收到顶，但是电机会一直响。听一下它这个声音。电机响。钢丝全部收紧，这个电机还在响，还在工作。这样的话，这个电机很容易烧的。拆开面罩看一下它里面是个什么情况。检查一下这些行程开关和纤维开关没有问题，下降它没有问题，只有上升的时候收到顶，电机会发出这个嗡嗡嗡的声音。电机在行走的时候，我们按这个开关，立马就停了，开关没有问题。现在也基本找出了它这个问题所在。这个就停了，有点内出，哎对，哎这个你看它没显示到那就停着了。这是整个的结构，外罩拆了以后，这是个主板、电机，然后最主要的是这个部分，这两个开关，看这里一个开关，这里一个开关，这个是个预主停，就是有障碍物的时候，钢丝绳一松，自动就弹开了，就停了。再一个就是这个开关和这个开关，一个是上限位，一个是这个是上限位，这个是下限位。它这边是一个丝杆的，它在下降的时候，这个轴会转往这边走，顶到这边它就停止了，也就下降到位了，不走了。但是它上的时候走，这个顶到这个开关就上限位。上到一定程度就不走了。他家是个啥情况呢？他家这个就是上到顶的时候，钢丝已经拉直了，但是它停不了，就是这个东西顶不住这个开关。但是你看这边是有一个丝杆的，这个丝杆是可以调的，这个行程开关就是可以调，就是说你可以把它调在任何一个角度，你想让它什么时候停，它就可以什么时候停。它这个调的可能是太靠后了，然后钢丝拉紧以后，这个轴还顶不住这个行车开关。现在我们给它调的是差不多的位置，升到一定程度，让它自己去顶住了。现在试一下，下降就是下降，看这个轴，这个轴它就往这边走。看，马上就要顶上了，现在就顶住了，断电了，它就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不下来。然后现在按上，再看，钢丝绳是双向缠绕，你看，现在它就开始，因为这个轴啊可以走动，现在就往这边走。走到一定程度顶住这个开关，现在我们按它就能停。停了，这就顶到位了，已经顶住这个开关了。每一款晾衣架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原理其实都差不多。有的是把那个开关设计到这里了，像它这个就是设计在这里的。这个设计的倒是还可以，这个晾衣架的高度就用这个调。我本来以为是它们的开关是不是坏了，主要是检查是不是坏了。看现在开关是没有问题的，现在调的这个角度差不多了，已经算是修理完成了。这个维修单挂在我这里已经差不多有2个多月了吧，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，我和业主这个时间对不在一块儿，所以一直放着。今天刚好到这个小区过来给他看一下。电动晾衣架其实坏的很少的，一般出问题容易是那个电路板出问题，其他的配件一般是坏不了的。像那个电机一般都保8年10年，所以说要坏那很难的。这个维修单和安装的价格差不多，轻松拿捏。